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要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一支树脂，ONYS 耐冲击树脂。那这部影片呢，是我使用这支树脂的一些心得整理啦。那这支树脂其实我不是在最近才买的，是我已经买了大概1年多了吧。那我当时是跟那个珊瑚白还有尼龙绿一起买下来的。对啊，所以呢，这部影片呢就是把它拿来跟尼龙绿还有珊瑚白去做一些比较。那这支树脂呢？为什么我最近才使用它？是因为说，我当时买下，因为我当时才刚开始使用3D 列印机，所以我后来看到它的列印参数，我就有点不敢印了，嘿，因为它的曝光时间很长。那因为是最近了哈，最近我就是有这个需求，就是这个啊，这个是那个就是有介绍过的。那个就是游戏手把里面的那个微动开关，然后另外呢，则是这个散打机用的这个。那我当时散打机 demo 用的是这个啦，这种类型的。你看这边比较薄，那后来呢，我又把它有改进一下，现在变厚了。对，就是有这两个需求呢，我才想说就把它拿出来印一下试试看。那你看呢？那个关于这支树脂，其实它印出来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啦，这是印出来的。那你看我们散打机用的那个啊，散打机用的是长这样。我当时就是一开始会想要说用这支树脂来印，就是因为我看它跟这个材质好像很像，实际上真的也是蛮像的啦，当然它会比较软一点。好啊，等一下就先跟尼龙绿开始做比较。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讲一下跟尼龙绿的比较。那这个就是先前在1年前使用尼龙绿印出来的那个摇漆器啊。那后来呢，我有去做了一个属于这个 ONYS 版的，当然我是贴底印。那你看它贴底印呢，它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会比较没有那么漂亮。所以这一支呢，它其实它的拉拔力是蛮强的啦，就是说不用说什么地方，而是说你本身在练的这支树脂，它的拉拔力就是比较强的。好啊，这个是尼龙绿当时印出来的机器人啦。啊，其实这两个比较很简单，你看我现在捏尼龙绿这支树脂，好压下去这样就有了。啊，你对这个。其实应该比较得出来吧。尼龙绿这一支它也会恢复啦，可是它速度没有像这一支这么快。这一支整个压下去之后，你看它回弹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啊。这支尼龙绿它反而还是有点变形啊，这一支已经几乎快恢复到原状了。所以你说它是耐冲击树脂，真的是当之无愧啦。被撞击的话好像也都不会怎样啊。像这个就这样硬压。因为我要出蛮大力量的啊，你看这个尼龙绿，我给它这样子好了。尼龙绿有在恢复嘛？应该看得出来嘛。那你看这一支，我刚才压下去，现在已经整个都回来了。啊，这支变形反而是这样，还没回来。那这是就是主要的特性，因为我有在把这个摇漆器呢再做一下改良，那顺便是这样子去做一下小比较。那摇漆器的部分会在其他支影片再跟各位介绍。那尼龙绿的部分呢，大概就是比较就这样子啦。那它本身呢，就是这个尼龙绿当时出来也是一样，就是不会出粉的，嘿，这个是不会出粉的。好啊，等一下就是珊瑚白的部分。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讲一下现在印出来的珊瑚白，因为现在珊瑚白印那个可动人形嘛，我最早开始测试印可动人形，要找那种不会出粉，就是珊瑚白。那这是当时印出来的结果，你看这个现在都还是没有问题哦，这些都没有问题哦，都没有问题。好啊，一样的，这一次呢，我一样用这支 ONYS 树脂呢去做了一个这个关节。因为这两个我先拆了啊，这个我现在才拆。
那你看这种在拆的声音，你就发现说它好像有点不大一样，拔一下就起来了。好，一样是看会不会出粉，我们把它放大一下。那直接装了，装一边应该就差不多了。这个也一样是不会出粉的啦，不过它这边有一点白白的，可是这个白白的摸起来就也摸不掉呢，应该就是跟那先前那尼龙绿一样，所以这支料也是不会出粉的啦，这支料也是不会出粉的。好啊，接下来最后呢就是这个啦。可动人形，那你看到我现在我在铲的时候，它这个东西哦，你看它，就是我铲下来之后再2顾之后，你看它底下这一块就变这样子了。我觉得这支料不好印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那个在最后会再跟各位解说，看怎么去使用这支料呢？各位如果说没有用过的话，会比较快容易入手。好，你看这个，因为它这个这种拆件因为我在铲的时候我没有铲得很好，所以你看这个一下就掉了。那也很好拔，它比那个什么那一只超精细树脂还要好拔。这个档案列印档案都一样都没有变化，只是说就是这样列印而已。你看这拔一下就起来了。一样来组装一下。先前在超高精细树脂那一只列印的时候，这个角还有那只什么 PCGF 料，这个角这个地方装下去就会直接断裂。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它装下去会不会断裂。一样很简单就装下去了。超高精细树脂那一只的话呢，装下去就啪一声就断掉了。这个应该是这样子吧。不过我想这支树脂应该不会有人拿来列印可动人形因为它的曝光时间很长。那我当时我测试了300-500之后，我就没有再拿这个来测试了。就我觉得说300-500去混料应该就可以了。那这个就因为它曝光时间太长了。而且一支料的价格呢，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拿来做一些工程用的东西。那这个只是我列印出来给各位看一下而已。那我这个曝光时间没有抓很好，松松的。曝光时间没有抓好。好等一下呢，就是直接进入小节。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进小节。那小节会分2部分，第一部分呢，先简单的描述一下。那第二部分呢，会直接进入切片软体。那首先呢，我会使用这支料，在最近才开始使用，是因为我最近购置了不断电系统。那因为这一支的料，它的曝光时间很长，所以你列印时间也会很长。那如果说你有不断电系统的话呢，你使用上会比较安心一点啦。因为像台湾最近经常性的一些类似可能有跳电的现象。那再来呢，这支料我觉得它非常适合使用 ACF 离心膜，因为我在练的时候发现，其实这支料它可能是它的特性的，所以它产生的拉拔力会比较大。那你使用 ACF 离心膜呢，你去列印失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底下那个料呢，它不会粘在离心膜上面，你去滑动它呢，直接就可以捞起来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支料是蛮适合使用 ACF 离心膜的。然后再来它的清洗的部分，这个清洗的，我说它的清洗比较简单，是跟那个珊瑚白去做比较的。因为珊瑚白那一支料呢，其实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它比较难清洗。那我当时后来使用它的清洗就使用珊瑚白的清洗方式，最后就是用浸泡的方式。那这支料呢，其实它不用那么久，你也可以给它泡酒精一下。那主要是要洗啊，表面上的一些地方呢，你要大概刷一下。不过它跟珊瑚白比起来，真的是好洗太多了啦。然后再来就是不适合印薄的物件，然后你如果要印小东西的话，需要注意一点。在前面的影片应该有给各位看到说，它在一些比较薄的地方会变形，你2顾就直接变形了。那小物件的话也是，小物件的话就是像我列那人形啊，那个手啊，它就装起来会变得会不是很好，因为那个地方它的两侧太薄了，所以薄的时候它变成说它就是会有一点稍微的变形，所以这支料呢，它不大适合去列印薄的物件。那如果你要印小东西呢，可能也要注意一下，但不要让它太薄，就是有些地方不要让它太薄。对，那这支料呢，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真的去做工程的一些应用的部分。那这支影片呢，我没有去做混料的测试啊，不过我想混料的话呢，应该也是可以做，只是它的曝光时间比较长。所以如果你要去跟其他曝光时间比较短的料去混合的话呢，可能要大概要稍微斟酌一下。那我觉得如果是混料的话呢，你可能混个10%就可以了。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讲一下关于在切片软体里面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这边提供了2个物件哦，那各位觉得哪一个列印会成功？那这2个最大差别只有这个支撑密度，这个支撑密度比较小，这个支撑密度比较大。那各位觉得哪一个会成功？最后呢，在 ONYS 料这一支呢，成功的反而是这个支撑密度比较少的，那支撑密度比较高的反而失败。那失败的原因，我想了一下，就是说，因为这支料它在抬升的时候呢，它本身应该是它料的特性的关系。那你这边支撑密度比较高嘛，那你液体在经过这些孔隙的时候，结果造成它拉拔力反而加大。我觉得是这一支料跟其他支料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官方的参数呢，已经提供了很慢的列印速度，可是还是会有一点小问题。再来就是说，因为曝光时间很长嘛，那如果说你想要说让它的拉拔力，就是说可以对抗它拉拔力，然后提高你的列印成功率呢，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去准备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小的那个物件。这是我试做的啦，就是这样子一块。那因为你本身你的支撑就这样子嘛，那我可以把它拉过来。那这样你在列印的时候呢，底下这一颗呢就会变成是它的支撑。对，利用这底下，因为我们现在的载台都是雷雕的嘛，那你列印载台你越大的话呢，那你把这个东西布下去之后呢，它变成说它这边的抓地力会变成是这一块，然后辅助这些支撑。对，这是我觉得这样或成功率可以比较上升的一个方式啊。对啊，当然，如果说你看现今的一些出来的一些量产的 3D 列印件啊，有些人喜欢也是这样子啊，把自己的名片加在底下，变成我的底座。那我这样输出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的名字在底下了。那就是这一支料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再来呢是关于支撑的部分，因为呢我这支料它的支撑呢会比较。就是说密度比较不能太高嘛，所以我建议各位，如果说你要去用这一支料，你可以去把这边都调粗，就是支撑的这些点都调粗。因为我刚才有给各位看过嘛，我今天我的那个物件呢，就是说那个底座那边比较薄的部分呢，会有点变形嘛，所以呢，你这个支撑的地方，你最好把这边调粗，然后呢，这样你就可以这个接点把它调粗，那变成说我可以减少这个支撑的数量。这样会比较稳定一点啦。
那这支料我觉得跟其他支料最大差异就是在这几个地方吧。当然这种方式其他资料可能不大需要，可是如果你去使用它，你真的猎鹰失败，那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2个方向可以提供给各位参考。好以上就是我的介绍。